小可爱，我是黑红。我最近终于解禁了，为什么解禁了呢？因为我前阵子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我的专注力在我的线上课程，那一直到我的线上课程做完之前呢，我都告诉我自己说绝对不可以碰我的新玩具。现在我终于可以触碰我的新玩具，就是我的这个这样子iPad， 好像有一种春光满面的笑容，就是好像谈恋爱了一样。好，抱歉。我们在挑选 iPad 之前呢，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需要考量跟注意的点哦。那我们在挑选对象已经那么的困难了，挑选 iPad 更不用说，因为 iPad 的机型跟机种还有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挑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到底我们喜欢画图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一台适合我的 iPad， 这个就变成是大家的困扰了。所以这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既然我也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研究找资料，不如呢，我既然都已经购入了这台iPad， 我就来和你分享我们在挑选可以画图的 iPad 之前，我们必须考量的哪一些点呢？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一本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咯。首先第一个呢，会考量的点一定是萤幕大小的部分哦。我们一般来说想要买 iPad 来画图的人呢，一定是因为觉得手机的这个萤幕真的是差太多了，对吧？我自己也不太会啦，用手机画图，因为用手机真的是萤幕太小了，而且现在我们时常用手机看东西，已经看得够多了。如果你在用手机画图的话，真的是比较伤眼睛，所以我个人呢，就是还是要贴心的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是喜欢长期画图的人，尽可能的还是用大一点的画布或大一点的萤幕来画图会是比较好的。除了萤幕大小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当时考虑购入 iPad 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考虑带着 iPad 出门画图的话呢，那你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就是你的萤幕越大的话呢，那相对它的重量也会比较重哦。像我自己买的这一台呢是11寸的，我个人是觉得11寸对我来说啦是比较刚刚好的。如果它的重量太重了你可能就会懒得带出门，尤其是你又要搭配保护套的部分，其实它的重量一定会再增加。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机会去一些旗舰店测试绘画，觉得还不错，重量刚刚好，你可以接受，但你还是要在脑袋再另外增加一个，就是如果它再增加一点点重量，像是保护套的部分，或是增加一支笔的部分，会不会变得比较重？那当然，如果说你萤幕越小的话，那就越轻。所以说，萤幕的大小跟重量是成一个比较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边的话，第一个考量点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萤幕大小跟重量的部分。那在这边呢，也和你分享一下各个 iPad 的型号和尺寸的重量，可以让你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直接截图，或者是说你可以把整支影片看完之后呢，直接到我的部落格文章里面去把图片下载下来，作为一个参考也是 OK 的。第二个重要的考量点就是 RAM 记忆体的部分了。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考量到这个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所有的 iPad 机型它的记忆体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我后面才知道原来不同的机型它们的 RAM 有相差这么的大。以外呢，甚至现在有很多的绘图软体，它们也会根据你的 RAM 的大小来决定你的图层数量。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画图非常需要有很多图层的人来说的话呢，当然你的图层能够开越多越好啦。所以当你在挑选你的 iPad 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你的 RAM 的大小。你的 RAM 的大小越大，你的图层数就越多。那以下这张图呢，就是 Procreate 同一个画布的大小，在不同的 iPad RAM 当中呢，可以开出最多的图层数量为多少？那这个可以让你做一个参考。第三个就是 iPad 容量的部分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认为 iPad 的容量跟记忆体的大小是一样重要的iPad 的容量当然是越大越好因为你越大的话呢，你能够存取的资料当然也是越多的。但是基本上呢，以我们喜欢画图的人来说，我们的档案不会大到像剪片一样那么的大。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画完图，再加上现在的云端硬碟也非常的发达，你可以随时把你的图画完之后就直接上传到 Google 或者上传到 Dropbox， 就可以直接做备份的动作了。甚至现在的 iPad， 如果说你有连接一些像是转接头之类的，你也可以去连接你的硬碟或者是随身碟去做备份的动作。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做画图，你没有要像是做 3D 剪片的话呢，一般你如果说画图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128G 甚至最多256G， 我觉得就很够了。那
那第4个就是 iPad 所搭配的 Apple Pencil，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点。但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把这个 Apple Pencil 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哦。原因是因为呢，在我来看呢，我觉得 Apple Pencil 的第1代跟第2代看起来似乎在感压上面都做得不错，也许第2代有做得更灵敏一点，也有可能。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有买过第1代，也有让我去玩玩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都是很优质的。唯一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在于，就是第1代的话，它是需要后面的头拔开，然后呢连接这一个充电孔，才有办法做一个充电的动作。那第2代呢比较方便，是它是用吸磁充电的，就会方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简单来说呢，这2支笔的差别因为没有太大，所以一开始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思考过后呢，我发现也不对啊，因为现在可以用1代的 Apple Pencil 画图的机型，大部分都是旧型的。那你新型可以拿来画图的 Apple Pencil 好像都是第2代居多。所以说，如果未来我想要把我的 iPad 再更新或换新的一台 iPad 的话呢，那是不是我就变成是说我又要再重新买一支 Apple Pencil 了呢？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考量之后呢，我还是决定还是以2代 Apple Pencil 可以画图的机型为主哦。那以下呢就是 Apple Pencil 搭配的 iPad 机型，可以让你作为参考。第5个。当然就是大家最在乎的价格的部分了。不用说，最新款的 iPad 一定是价格最高的。但是大家也知道 ，iPad 它的产品的品质比较好一点，使用的时间也稍微比较长一点，所以它在市场跌价的幅度通常也会比较小。但是如果说呢，你觉得说你想要比较专业一点，你想要功能比较新一点啊，你也希望说你可以省那么一些钱的话呢，那我建议你可以考虑2到3年以内的机型哦，都可以考虑入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你觉得你只是需要随手就可以画图的一个工具，你不要求它的品质一定要到专业级的，或者是到很高很高的一个规格的话呢，那我觉得基本上呢，你可以最久远也不要超过5年以内的机型哦。基本上5年以内的机型大概就会落在于5、6折的一个价格左右哦，二手价啦。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那些小白或者是对于绘画的要求没有特别高的人来说呢，可能那样子的一个价格对你来说会是比较划算的。再来第6个呢，就是最后一个 iPad 的年份哦。一般来说呢 ，iPad 的年份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部分 iPad 跟 iPhone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 iPhone 本身呢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它的使用率非常的高，所以一般来说 iPhone 可以撑个5年，我个人觉得都是差不多了，快寿终正寝的状态了，能够用到6年，我真的觉得拍拍手了。然后 iPad 的话呢，如果说你使用率没有那么的高的话，基本上以我最早之前有一台自己家里在用的一个不能画图的 iPad， 它可以用到现在已经超过7年了，在观看一些社群媒体之类的都很正常，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lag之类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呢，可能 iPad 的使用时间会稍微比 iPhone 更久一些哦。所以说在这个部分上的话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你希望你可以使用的更久一点，那你也希望这个功能是更新一些的话呢，那你当然可以考虑在3年以内的机型。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预算真的比较紧、比较有限，那你可能也是觉得说你的功能性不需要到特别高的话呢，最远最久也千万不要超过5年。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基本上跟价格的部分是稍微相同的部分，可以让你做一个考量的部分哦。好啦，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挑选 iPad 所考量的一些点哦。其实我当时在考量这些点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一些点呢全部都把它列出来，导致我在挑选 iPad 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木煞煞的状态，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挑选什么。我甚至那时候呢还特别去看一下，就是 iPad Pro 跟 Air 跟 Mini， 然后 Mini 又跟 iPad 啊，这4种机型到底有哪一些不同吧之类的。但是我那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还包含着我那时候还期待着可以用 iPad 剪片，就有点像是想要把 iPad 当作小电脑来使用啊。但是在经过许多的一些人的一些分享跟建议之后，我发现就是要用 iPad 来取代笔电或电脑剪片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以目前的技术来说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产品不适合拿来作为就是非常专业的剪辑哦。当然简单的还是可以啦，有一些 YouTuber 他如果说拍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不想要加什么特效的话，基本上 iPad 剪片就很够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在影片当中增加一些
些比较困难一点的效果的话呢，那基本上你还是要用比较专业的软体。那这些比较专业的软体也只能用在电脑跟笔电上面了。所以基本上经过这些诸多的考量之后呢，我最后还是最终决定，我还是把我的重心放在比较偏向于画图这一块的部分来做于考虑跟考量。所以最后我才决定入手我的这一台第一台 iPad。好啦，那以上的内容呢，希望有帮助到喜欢画图的你，知道该如何挑选一台适合自己的 iPad 机型。当然，如果你对于挑选电绘工具方面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询问哦。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是一个喜欢画图，还正在犹豫到底要挑选哪一台 iPad 的话呢，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影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咯。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